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最初的争议声浪，到如今全网真香的情绪反转，古装权谋爱情剧《将门毒后》正在上演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舆论逆袭。改编自热门小说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这部作品自官宣选角之日起便站在风口浪尖，而当孟子义与王鹤棣正式以沈庙与谢景行的姿态走入镜头，一切争议仿佛找到了答案。观众逐渐意识到，这不仅是一次演员与角色的契合，更是一场关于礼节与重塑的艺术表达。从天崩开局到未播先报，舆论反转的深层逻辑，在影视工业中，选角争议几乎是爆款剧的标配，将门毒后也不例外。原著粉丝对于人物气质的执念，使得初期舆论呈现出明显的对立。有人质疑孟子义过于明艳，难以承载沈庙的隐忍与沉稳；有人认为王鹤棣气场外放，不够深沉腹黑。但随着一组组路透释出，观众的判断逐渐从想象中的角色转向镜头中的人物。影视评论人指出，当演员真正进入角色状态，视觉呈现会自然修正观众预期。路透的力量，本质是提前建立信任。双引号，换句话说，将门毒后的逆袭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建立在视觉说服力加角色完成度的双重基础之上。王鹤棣从热血少年到权谋掌控者的进阶。王鹤棣此次饰演的谢景行是一个极具层次感的复杂角色，表面纨绔不羁，实则心思缜密，掌控全局。从目前释出的路透来看，他完成了3个关键突破：形体控制、角色气场的第一道门槛。无论是雪中策马还是战场厮杀，王鹤棣的动作线条干净利落。专业武术指导评价，他的重心控制和出枪节奏已经接近专业动作演员水平。双引号，眼神表达从外放到收敛。在多个特写路透中，他的眼神不再单一张扬，而是多了层层递进的情绪，轻佻、试探、警惕、深情，在瞬间切换，情绪留白，高级表演的核心。谢景行不是情绪外露型人物，王鹤棣通过少表达来制造张力，这种克制正是角色灵魂所在。业内制片人分析认为，如果正片能保持这种状态，王鹤棣有机会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员升级。双引号，孟子义打破标签的沈庙式成长。相比王鹤棣的突破，孟子义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我重塑。沈庙这个角色横跨少女、复仇者、权力掌控者3个阶段，对演员的要求极高。生活质感、角色真实度的关键。洗衣路透之所以出圈，在于细节。泛红的手指，略显粗糙的袖口，这些并非刻意设计，而是生活化呈现。情绪递进，从温软到锋利。粉衣时期的灵动与战甲时期的冷冽形成强烈对比，完成角色成长弧线。眼神力量，女性权谋角色的核心。镜头中，她的目光不再依附任何人，而是带有明确的目标性。表演指导点评，孟子义这次最大的进步是他学会了控制美，让外形服务角色，而不是喧宾夺主。双引号，天经地义 ，CP 感为何能引爆全网？在当下影视市场， CP 感早已成为决定剧集热度的重要因素。将门毒后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它呈现出一种稀缺的关系结构，双强加互撩加宿命感，肢体语言的自然流动。射箭场景中，靠近、停顿、触碰，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，没有设计感。情绪张力的双向拉扯，不是单方面的暧昧，
而是两人之间的试探与反试探，甜与虐的平衡，啃苹果的轻松与直剑对峙的紧张形成对照，让观众产生持续情绪波动。情感剧研究学者指出，真正让观众上头的不是甜，而是不确定性。这对 CP 恰恰具备这种特质。双引号，行业视角，为什么将门毒后具备爆款前置？从专业角度来看，这部剧具备多个爆款要素。原著基础扎实，重生之将门毒后拥有成熟粉丝群体，故事结构完整，情感线清晰，人物设定鲜明。重生复仇加权谋爱情的组合，兼具爽感与深度，视觉呈现在线。从服装、打光到场景调度，路透已展现出较高制作水准。舆论曲线理想，先争议后真香的路径，反而增强观众参与感。网友评论从质疑到祝福的情绪转变。随着路透不断发酵，网络舆论也发生明显变化。一开始不看好，现在每天蹲路透，真香了。王鹤棣这次真的不一样，有点期待他转型成功。孟子义的沈庙太有层次感了，完全超出预期。这对 CP 的眼神戏太绝了，已经开始脑补剧情。求快点播，真的等不及了。双引号，甚至有观众调侃，这是用路透拍完了一部剧的节奏。双引号，这种由围观转向参与的情绪，是爆款剧最重要的前置信号。导演与制作视角，影像语言如何放大宿命感？如果说演员的表演决定了角色的灵魂，那么导演与制作团队则决定了这部剧的气质。据业内消息，将门毒后在影像风格上采用了更偏电影化的表达方式，低饱和色调与强对比光影并行，让人物始终处于光与影的夹缝之中。资深摄影指导分析指出，这种光影结构本质是在强化人物的两面性。谢景行的亦正亦邪，沈庙的温柔与锋利，都会通过视觉语言被放大。双引号，例如雪景红衣的经典路透，并不仅仅是好看，而是利用极致冷暖对比制造人物孤立感。红衣越艳，人物越孤独。这种视觉隐喻，恰恰对应谢景行身在权力中心，却无人可依的人物底色。而在孟子义的洗衣场景中，则采用自然光加低机位拍摄，让人物显得更贴近土地，更具现实重量。没有滤镜的美，反而更具穿透力。剧本结构解析，为什么重生加权谋永不过时？从叙事学角度来看，将门毒后之所以吸引人，在于它精准踩中了观众的三大心理需求：重来一次的代入感，沈庙的重生本质是对人生遗憾的修正，观众在他身上投射的是一种理想化愿望。如果我也能重来一次，会不会做出不同选择？权谋博弈的智力快感，不同于单纯爱情剧，权谋元素让剧情具备解谜属性。每一次对话，每一个眼神，都是信息交换。编剧研究者指出，权谋剧的核心不是阴谋，而是信息差。谁掌握更多信息，谁就拥有主动权。双引号，情感张力的延迟满足。谢景行与沈庙的关系不是直线推进，而是不断拉扯。这种靠近后退再靠近的节奏，让观众持续上瘾。角色关系深挖，他们为什么非彼此不可？在很多爱情叙事中，相爱往往来自偶然，而将门毒后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们的相遇本身就是命运设计的一部分。谢景行代表权力与危险，沈庙象征理智与复仇。两人之间的吸引，并非单纯情感，而是一种同类识别。他们都太清醒，也都太孤独。心理学专家分析，真正牢固的关系，
往往建立在相互理解黑暗面的基础上。谢景行与沈庙正是如此。双引号，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觉得他们的互动高级，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心照不宣。市场与商业价值，顶流价题材等于确定性爆款。在当前影视市场中，将门独后具备极强的商业潜力，演员流量与转型叠加。王鹤棣正处于转型关键期，而孟子义则迎来口碑修复窗口，两者叠加，形成强话题效应。女性向市场持续扩大。近年来，女性成长加复仇题材持续走热，沈庙的角色极具代表性。二创与传播潜力，从啃苹果到雪中回眸，这些高记忆点画面极易被剪辑、传播，形成二次爆发。数据分析师指出，真正的爆款不只是收视高，而是内容可以被不断再生产。将门独后已经具备这种基因。双引号，观众情绪曲线，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上头？从心理机制来看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情绪变化可以分为4个阶段：怀疑期、选角争议，引发抵触；观望期，路透出现，开始动摇；沉浸期，名场面出现，情绪投入；依赖期，主动关注更新，形成期待。而目前将门独后显然已经进入第3阶段，甚至向第4阶段迈进。网友留言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升级，已经不是期待，是每天等更新。明明还没播，但感觉已经追了一半。这部剧要是扑了，我真的会怀疑人生。双引号，这种未播先追的状态，正是爆款剧最典型的征兆。文化意义，古装剧还能带来什么？在更宏观的层面，将门独后也反映出古装剧的新趋势。女性角色不再只是爱情附属，而是叙事核心。男性角色开始呈现更复杂的人性层次，情感表达趋向克制，而非直白。文化评论人总结，观众正在成长，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甜，而是需要更真实、更复杂的情感体验。双引号，结语，当角色走出书页，故事才真正开始。将门独后的意义，或许不仅在于一部剧的成功与否，更在于它证明了一点：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预设，而是呈现。当王鹤棣与孟子义用细节、情绪与真诚，将谢景行与沈庙从文字中唤醒，观众自然会给予回应。这场从争议到认可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一种双向选择。演员选择角色，观众选择相信，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你认为王鹤棣这次能否凭谢景行实现演技突破？孟子义的沈庙更偏原著还原，还是在创造？天经地义 CP 的吸引力是来自演员本身，还是角色设定？路透提前曝光这么多，会不会影响正片的新鲜感？你更期待这部剧的哪一部分权谋线还是感情线？说说你的看法。